大家好，我是马丁，今天给大家带来由众多小伙伴点播的《名侦探柯南》TV 版第983至984集，海外成版第1040至1041集，基德对高明被盯上的嘴唇。故事要从一封高调的挑战书说起。为了重新登上报纸头条，铃木财团的次郎吉不惜代价从珠宝商鸟月苗路那里借来世界上最大的海洛珍珠妖精之唇，以此作为诱饵，再次向基德发起了挑战。巧的是，在开展当天，服部平次、荷叶与柯南一行人正好也计划参观铃木博物馆。不过，平次今天的心思压根儿就不在抓基德和看宝石上，比起那颗名为妖精之唇的珍珠，他现在满脑子想着的只有荷叶的嘴唇。原来，自打新一在风景绝佳的清水寺和小兰上演了浪漫的世纪之吻后，平次就一直在心里暗自较劲，琢磨着自己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绝佳的时机跟荷叶告白，才能压过新一的风头。与此同时，在事务所等平次他们的毛利忍不住泛起嘀咕：既然基德要来，那展台附近肯定围满了戒备森严的警察，恐怕无法欣赏宝石。柯南却毫不担心，因为报纸上特意写明了可以全方位清凉的欣赏。众人本以为是什么高科技，结果到那儿一看，顿时傻眼。これは宝石を氷の中に入れたのか。不得不说，虽然这个方法简单粗暴，但确实做到了360度无死角，既防偷又方便关上。然而与基德交手数次的中森警官还是觉得不妥，冰块看似坚硬无比，但只要稍微加热就会融化，用电钻也能强行开孔，根本防不住基德。对此，次郎吉胸有成竹，妖精之唇的展区早已用硬质玻璃围了起来，里面的室温被调得极低，冰块极难自然融化，即使基德用电钻或者火烤，也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宝石毫发无损地取出。不仅如此，大门一侧还设有紧急按钮，一旦启动，整个展区将被强制封锁10分钟。只要在预告时间前1分钟按下按钮，那么基德的犯罪预告将迎来史上首次失败，而他铃木次郎吉也将如愿以偿地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不过，这个绝佳的主意可不是次郎吉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朱福警官给出的计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与长野县的朱福警官扯上关系？让我们把时间调回1周前，当时次郎吉正在警视厅和中森警官为了安保方案争执不休，中森主张厮守，恨不得把警察堆满展厅。次郎吉则嫌弃这样太扫兴，认为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干脆故意让基德把宝石拿到手，关门打狗。就在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次郎吉纷纷离开时，碰巧遇到了来警视厅办事的朱福警官。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朱福警官表示不加强内部防守，却一味向外部进攻，此乃愚计，便提议将戒指冻在冰块里，从物理上封死基德下手的空间。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次郎吉还特意邀请朱福警官在开展当日担任安全顾问。于是乎，现场不仅集齐了关东关西2大高中生名侦探，还有一位如同军师一般的朱福警官，早已易容成一名普通警员。悄悄潜入现场的怪盗基德意识到这一点后，认为风险太大，决定取消原定计划，打道回府。就在他转身准备开溜时，一位名叫山本奈芽的女子突然闯入展厅，指控鸟月巧取豪夺。据山本所说，妖精之唇原本是他祖父出国旅游时从一位加勒比海富豪手中获赠的珍宝，后来又作为定情信物送给了祖母。前几天祖母去世，他本打算将这颗珍珠作为陪葬品让祖母带到天国，然而鸟月却以免费鉴定珠宝价值为由将其骗走，最后还给他的是一颗劣质的赝品。对此鸟月矢口否认，声称这颗宝石是自己在日本珍珠发祥地三重县英语湾采购的，被其独特的彩虹光泽所吸引，高价买入。至于三本那一颗，不过是外观相似，他处于好奇才鉴定了一番，事后也早已原封不动的归还。望着山本被强行带离的背影，基德似乎是明白了什么，随即改变主意。片刻之后，一张预告函赫然出现在了中森警官的鞋底，上面清晰地写着今晚0点前来拜领妖精之唇。看着这张犹如变魔术般出现的卡片，中森警官十分疑惑，基德究竟是何时何地把预告信贴到自己鞋底的？忙里猜测，应该是基德预料到中森警官一定会参与妖精之唇的安保工作，故而提前贴好。对此，朱福警官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基德是临时起意，因为地上还有另外3张卡片，分别写着明晚20点、后天前来以及放弃本次计划，说明基德事先将不同内容的卡片放在地上，再根据现场情况做出最后决定。在发现卡片之前，曾有警员让中森警官去捡地上的一枚 BB 弹，想必就是那时候踩中了基德布置好的卡片机关，而那位警员大概率就是基德所扮。基德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暴露，为了确保晚上的行动万无一失，必须尽快换一个新马甲。就在他犯愁之际，机会主动送上门来。平次担心晚上的抓捕
步行动太危险，本打算让荷叶与小兰先回事务所休息，然而荷叶不肯。面对他喋喋不休的坚持，平次竟鬼使神差的松了口。这一幕正好落入基德眼中，他心中一动，决定利用一下荷叶。很快，展馆正式对外开放，一场精心设计的意外悄然上演。人群之中，荷叶不慎与一名外国女孩相撞，对方手中的可乐当场泼了她一身。出于歉意，那名女孩大方地将自己刚买的新裙子送给了荷叶。就在荷叶去洗手间更换衣服的空档，基德悄然现身，将其迷晕并顶号上线。毫不知情的平次却还在幻想着自己独自抓住基德后，荷叶那赞不绝口的样子。当たり前やん。もっと上なとこ見せたってもかめへんで。平次。很快，时间来到了临近午夜0点的前10分钟，荷叶声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怀疑是刚才在展馆拍《妖精之唇》时落在了里面。为了找回手机，荷叶对着平次展开了百般娇嗔的撒娇攻势，成功说服对方带他重返展馆。可就在荷叶找到手机的瞬间，随着滴的一声轻响，展台上方突然降下一块巨大的透明塑料罩，将装有宝石的冰块死死罩住。紧接着，刺耳的爆炸声轰然响起，浓密的烟雾瞬间吞噬了整个展馆。趁着这阵大乱，一直戴着白手套的手果断按下了门旁的紧急按钮，将众人隔绝在外。更糟的是，烟雾弹还喷洒了大量如同墨汁般的黑色液体，将整个展馆染得漆黑一片。现在外头的人不仅进不去，甚至连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都看不见。10分钟后，门终于打开，众人一拥而入。看着展台上那个被墨水染成黑色的巨大塑料罩，中森警官迫不及待地将其一把掀开。朱副警官一眼认出其中的门道，这是一种名为冰花雕刻的艺术手法，即用电钻从冰块内侧进行雕刻，再注入食用色素上色。从外面看，就像是冰块里冻着的真正的花朵一样。只不过，基德雕的不是花，而是戒指。大门被封锁时，众人一直守在外面，无人出逃。展馆内从始至终只有平次与荷叶2人，因此中森警官认为，他们其中一人必定是基德伪装的，只要扒光衣服检查一遍，就能让他原形毕露。不得不说，中森警官真像了。然而有平次这个护妻狂魔在场，怎么可能允许别人扒自己青梅竹马的衣服？当即指出，鸟月曾说过，为了防盗，特意给宝石换上了装有感应器的指环。与其当众检查，不如直接验证。顺利躲过搜查的基德暗自松了口气，决定趁热打铁进行下一步计划。于是故意打了个喷嚏，抱怨展馆实在太冷。中森警官也没多想，立刻命人关了空调。次郎吉却认为不妥，在还没搞清楚基德究竟是用什么手法盗走戒指之前，贸然关掉空调让冰块融化，会破坏现场证据。为了增加说服力，次郎吉还特意拉上朱副警官，希望他能为自己站台。然而一向严谨的朱副警官居然罕见的同意了中森的做法，认为既然基德已经得手，冰块就没有保留的必要了。当务之急是仔细搜查现场，弄清楚基德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又是怎么凭空消失的。就在基德暗暗庆幸自己得逞时，一旁的柯南突然出声：ねえ、風葉姉ちゃん。もしかしてトイレ我慢してるの？さっきからずーっと膝閉じて鏡気味だけど。等荷叶与平次洗漱回来后，困倦的毛利表示时间太晚，电车已经停运了，不如打车回去。众所周知，日本的出租车是只有土豪才坐得起的刺客。于是荷叶贴心的提议，不如直接在博物馆里找个房间小憩一下，等早上的首班车。说着便跑去找次郎吉安排房间，平次则亦步亦趋的紧随其后。见两人形影不离的样子，毛利不由得感慨年轻人感情真好。柯南却一针见血的指出，不是感情好，而是防止对方逃走。因为眼前的荷叶是基德所扮，自从换上新裙子后，荷叶就一直弯着膝盖，显然是在压低身高，避免露馅儿。不仅如此，说话习惯也出现了偏差。真正的荷叶向来以我自称，而基德则是人家。就在柯南跟毛利父女拆穿荷叶身份的同时，平次两人来到了一间休息室，室内装潢奢华，中央空调运转稳定。平次却有些不自在，习惯了吹风扇的他，怕今晚难以入睡。没曾想，话音刚落，荷叶却肆无忌惮地说道：寝れへんならうちが添い寝したってもええねんで。自从换装成荷叶后，基德就时不时对平次说出这种似是而非的暧昧话语。本就打算告白的他，在被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撩拨后，那根名为理智的弦终于彻底断了。待て待て待て！
好在小兰及时破门而入，强行打断了施法，不然这两大帅哥的清白可就彻底毁了。不过让人无语的是，直到最后，平次这个恋爱脑居然都没识破基德的伪装，不禁让柯南想起 TV 764集柯南与平次恋爱的暗号中的情形，只要一跟荷叶扯上关系，平次就会退化成盖版的迷糊侦探。到了后半夜，当众人都进入梦乡时，基德估摸着展馆里的冰块应该融化的差不多了，便悄悄溜出房间，跑向展馆。随后以寻找隐形眼镜为由，靠近冰块。就在他将手伸进冰水里，成功捞到那颗真正的妖精之唇时，展馆内的灯光突然大亮，众人闪现他身后。原来朱福警官也早就看穿了基德的把戏，不仅知道荷叶是基德假扮，还清楚的知道他在冰块中伪造大量的戒指，并在冰中横向钻开一个洞，是为了伪造珍珠已被盗走的假象，混淆视听，所以他故意顺水推舟，让中森警官关掉空调，就是为了等冰块融化，基德现身取走宝石的那一刻，再来抓个现行。基德自然不会束手就擒，只见他迅速扔出一枚烟雾弹，现场顿时弥漫起滚滚浓烟。不过次郎吉丝毫不慌，因为展馆出入口已被全部封锁，基德现在就是一个瓮中之鳖，只待烟雾散去，即可将其捉拿归案。然而当烟雾真正散去时，众人顿时傻眼，地上不知何时多出一条地道，基德早已顺着地道溜之大极了。令人诧异的是，朱福警官却一点也不惊讶，原来他早就预料到基德的退路，之所以故意放走对方，是因为他早有耳闻，基德是个极具侠义精神的怪盗，只要不是他想要的宝石，都会物归原主。闻言，鸟月大喜，以为基德会将价值连城的宝石还给自己。就在这时，恢复理智的平次表示，基德会物归原主不假，但前提是鸟月是妖精之唇的真正主人才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此前鸟月曾信誓旦旦地说，妖精之唇是他在日本三重县英语湾的马氏珠母杯里发现的。但稍微懂点珠宝知识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海螺珍珠只能在墨西哥湾或加勒比海特有的粉红海螺中才能孕育出来。更关键的是，海螺珍珠的光泽根本不是所谓的彩虹色的珍珠光泽，而是其表面独有的一种被称为火焰纹的美丽曲线纹路。由此推测，妖精之唇的真正主人是那个声称宝石是加勒比大富豪送给他爷爷的女孩山本。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山本家中，女孩正趴在奶奶的灵前懊悔不已，责怪自己在奶奶活着的时候没有耐心多听她讲妖怪之唇的故事，导致如今珍珠被奸商骗走，自己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就在山本悲痛欲绝时，房间里突然传来基德的声音，缓缓道出了这颗珍珠背后尘封了50年的感人故事。半个世纪前，一位加勒比海的大富豪乘船环游世界，途中他怀有身孕的妻子突然早产，全船的人都惊慌失措。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恰巧同船的一位外科医生，也就是山本的祖父挺身而出。虽然妇产科并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但还是凭借精湛的医学知识，成功帮助产妇平安诞下孩子。大富豪为了感谢这份救命之恩，便将稀世珍宝妖精之唇赠予了山本的祖父。多年以后，富豪的儿子将这段惊险而温馨的往事用西班牙语记录在了自己的博客上。那个贪婪的宝石商鸟月，应该就是无意间看到了这篇博客，才起了歹念。可惜贪念有余，常识不足，连妖精之唇的真正产地都没搞清楚，最终露出了狐狸尾巴。随后，基德将妖精之唇还给了山本，这颗稀世珍宝终究完璧归赵。以上就是名侦探柯南基德对高明被盯上的嘴唇的全部内容了。此前曾提到，朱福警官之所以会给次郎吉出谋划策，是因为他正好来警视厅办事，而这件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找佐藤警官拿一件极其重要的遗物。故事要追溯到1年前，警校5人组中的老大哥叶大航因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不幸殉职，他的储物柜也因此一直被封存。直到最近，佐藤警官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里面竟有一封让其帮忙转交的信件。然而由于存放时间过久，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只能依稀辨认出收件人是长野县一位朱福警部。至于寄信人那一栏，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只画着一个圆圈。于是佐藤警官便联系朱福警官前来确认，却因当日临时出警错过了交接，直到本次案件结束后，佐藤才将信件交给朱福警官。信封中没有信纸，只有一部智能手机，手机中央有一个贯穿式的弹孔，四周残留着早已干涸的血迹，背面还有一个独特的 H 字样划痕。朱福警官一眼认出这是他弟弟朱福警光的手机。弟弟曾说过自己已经辞去警职，可如今这部手机却被作为遗物寄了回来，说明警光没有辞职，而是被分配到了公安，在执行卧底任务时牺牲了。告别了高木和佐藤后，朱福警官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过去。他想起警光曾告诉他，自己在东京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做玲。或许这封没有署名的信正是出自那位玲之手。最后呢，希望喜欢马丁讲故事的朋友给点个订阅支持一下哦。最后的最后，感谢屏幕上这些金主小伙伴们加入频道会员的激情支持。